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月泛星古装剧开播，5集看完，这剧要大火的节奏，古装剧是否还能够重新崛起呢？就上一年的电视剧市场状况而言，貌似还不错。虽然有众多粗制滥造的古偶剧接连不断的涌现，但爆款仍然频频出现，像《与凤航长相思2》《唐朝诡事录2》《永夜星河》以及《庆余年2》之类的作品，差不多把观众一整年的欢乐都包揽了。而在今年，同样有许多备受期待的古装剧跃跃欲试，程毅有《富山海》，肖战有《藏海传》，杨紫有《国色芳华》，陈晓则有《大生意人》等等。不管是制作团队还是演员群体，很明显都是朝着年度爆款的目标去的。观众也唯有等着这些作品相继问世。眼瞅着当前并没有什么重磅大作亮相，陶家就有些按捺不住了。白月泛星在陶家上线，首播当日一次性推出5集，旋即登上飙升榜首位。朱瑞斌导演着实厉害，他创作了《香蜜沉沉烬如霜宁安如梦》，还有那部在豆瓣上被13万人打出7.3分的《星落凝成糖》呢。这一次又一次和白鹿携手，似乎已经驾轻就熟了。我原本对古偶剧毫无兴趣，可没想到的是，我居然一下子就看了5集。这不得不说，这部剧是真的要大火啊！惊险刺激，泪点惊喜，情节丝丝入扣，视效一绝。仙侠剧《白月泛星》，就其大的设定而言，必然会存在和同类型题材作品相似之处。男主范月由敖瑞鹏饰演是一个妖神，他法术极为高强，而且性格霸道又冷漠。女主白硕由白鹿饰演，乃是一个被无面食物认作主人的平凡人类。女主自然不会仅仅是平凡的人类，男主乍看之下对身为人类的女主极为嫌弃，可到后来，两人之间却会发展出一段情意绵绵的感情脉络。要是在最初就着手从爱情线开始写的话，我觉得肯定会使大部分观众望而却步。而最令我感到惊喜的，莫过于白月泛星能把几条故事线穿插得这般游刃有余，并且还在其中融入了家国大义，狠狠地触动观众的泪点。妖族在城中百姓身上下了毒，一旦毒性发作，整座城池就会变成古代板斧山行那样的景象，中毒者会丧失意识，双眼翻白，血管暴突，头发蓬乱，知晓的肆意撕咬他人。必须得承认，朱瑞斌导演所指导作品的服装、化妆与道具方面都很出色，哪怕和现代电影存在选题上的雷同，但所呈现出的拍摄效果却丝毫不给人以突兀之感，并且演员的表演相当精准到位，镜头语言也极具惊悚感，再加上嚎叫声，使得我有那么一瞬间立刻起了鸡皮疙瘩。女主的父亲身为城主，在对这些中毒者进行镇压控制之际，不幸也被感染了。他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理智，然而始终无法抑制毒素的发作，差一点就掐死了女主。女主以自身的血液来滋养男主赠予的灵草，从而挽救了父亲的生命。然而，此招却不能用于其他村民身上。父亲屡次要求女儿交出解药，最终了解到需要每日服用由女儿的血滋养的灵草后，便决意毁掉那灵草。可是，由于解药并未被找到，再加上妖族在背地里进行迫害，城主当着百姓的面毒发了。所有人都呼喊着要取城主性命，这般模样着实吓人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城主已然不能控制自身行为，即将开始疯狂乱咬人的时候，他靠着最后那点理智，将自己的手用力地往地上磕去，宁可借疼痛使面消减几分，也不肯伤害百姓。最终，城主做出了当众自杀的抉择。女主便这般于妖族所设结界之外，
眼睁睁瞧着父亲癫狂起来，最终在自己眼前丧生。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好惊喜！演员的演技出色，剧情所达到的高度，在古装偶像剧里也是难得一见的。大女主的父亲终于不必是个蛮横的负心汉了，他同样能够鲜活饱满，能够胸怀天下。白鹿演技降维打击，配角全员在线。在古装偶像剧里寻求演技，这事儿听起来愈发滑稽。然而，观看了《白月泛星》里诸位演员的表演之后，确实要比大多数古偶剧看着舒服太多了。先说白鹿，当下流量小花在古装偶像剧里担任一番主角，已不是什么新奇的情况了。不过，他们的演技实在是难以评价。在白鹿的眼中，唯有我看到了某些东西。她的表演干脆利落，每一个情绪点都把握得恰到好处，并且能够展现出角色所独有的灵动性。在白鹿的表演里能够看到诸多细节，其台词方面的能力也颇为令人惊喜。在流量群体当中，这确实值得称赞。白鹿在演技方面最为出彩之处，当属哭戏了。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，之前有许多网友对白鹿的哭戏进行吐槽，觉得她总是在哭戏中表情过于夸张，反而没能很好的传达出应有的情绪。然而，在《白月泛星》这部作品里，白鹿的各类哭戏着实打动了我。不管是情绪刚刚涌起时那汹涌而来的想哭的感觉，还是已经眼眶盈满泪水、满含情绪的哭泣诉说，白鹿的表演极具层次感，她的眼眸之中有情绪起伏的流转，如此演技才称得上是古偶大女主该具备的。敖瑞鹏作为男主，流量不算出众，不过颜值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在白鹿的映照之下，他的演技就没那么醒目了。然而剧里男主性格的某些方面和《苍兰诀》中的东方青苍存在相似之处，我可以断言，敖瑞鹏的演技要比王鹤棣好上许多。那犀利的目光，强大的气势也可以说是稳稳地掌控住了。男2号常华森倒是特别合我心意，他所扮演的中招属于典型的言情剧里深情男2的设定，不但法术颇为厉害，而且极有可能在故事最后走向黑化。情绪爆发的戏份都被诠释得较为出色，特效与部分动作戏的融合也非常巧妙。我有一种直觉，在今年，常华森的知名度肯定会大幅提升。女2竟然是阿面。戴露娃于《长相思》里所饰演的阿面，曾让观众久久难以忘怀。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妖族的一员，一时间我还真没能够认出来。在我看来，这位女演员的演技已然无需赘言，不管是天真无邪，还是恶贯满盈，对她而言实际上都不存在太大的难度了。特别要指出的是，扮演妖族师尊的韩栋，还有饰演城主的夏明浩，他们的表演都极为出色。有2位演戏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戏骨，即便进行无实物表演，也能够演得扣人心弦，紧紧抓住观众的心。哪怕仅仅是绿叶的存在，也足以让人印象深刻。如此一来，这戏自然就被带活了。结语：仙侠剧翻来覆去的拍摄，还能有新的创意呈现吗？可能真的够呛。然而，即便难以拍出新颖的内容，古偶剧的套路也是可以摒弃的，可以把闪光点融入到每个人物之中，在感情脉络里穿插各种各样的小的故事脉络，从而使剧情变得充实。即便设定陈腐，然而剧情制作别具一格，又怎会担心无法吸引观众呢？并且《白月泛星》的画面堪称绝美，武打动作戏添加上特效之后，简直流畅无比，就连因惯性而产生的风，仿佛都能够呈现在观众眼前，一口气看5集都不成问题，甚至还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下一集的剧情。